这条看起来像通到天上起起伏伏的路，你敢骑下来吗？这条路在北海道中标金町，长度6公里，完全没有红绿灯，两边都是牧场。中标金町的牛比人多，这附近的几个町都是这样，所以就常常看到牛奶罐车在这边跑来跑去。居民就昵称它叫米露库 Road。这条路可以通到知名的景点开阳台，那里可以看得出来地球是圆的。1980年代开始，大家口耳相传，这里就变成日本自驾的梦幻道路。这都是牛大便，阿顺都压到了，有只算过牛大便。它掉多长？没有掉到这里吧？这里偶尔还有一点。它装太满了，可能大便装太满。奇怪，他们在这个不用盖帆布的吗？应该要啦，那这应该也算是违法的啦。这个如果被他们新闻可能也会报吧。中标金电视台。对啊，迷惑行为啊，掉满地的牛粪。哎，这个马铃薯花都开了。对啊，这里又有种了。他说那一条路是沿路有很多牧场，所以油罐车会去收牛奶，就是一条路啊，它也不是特别的景点。这条？对啊，然后这一条就是牛奶道路，一路出肉种。我应该追不到，要拍它吗？不知道，都可以追得上就拍啊。跟着它走哦。好，它怎么没有漆的很可爱的？这个开很快。对啊。它开好快哦。这对他来讲应该是正常速度。可是他们速限都50而已，他都开到60。那也没人啊。看他是不是会右转？右转就是迷路出路的。啊，对啊。他要去收牛奶。这里还有油。我们的车只有110cc，还双载，就放弃不追了。那每一头牛都有充足的草可以吃。原来在大便，在大便。嘿嘿，牛。哦，大便好大一坨。牛。哎，它真的在看我们呢。这个牛真的很好玩。它会好奇耶吼。哎，那个喘大，那个好像每一只都很喘哎。你看坐趴着的那一只，太热了，喘成那样。太热了啊！对，怎么呼吸那么快？它是在喘还是胃在反刍？喘。你看这几只都很喘哎。对啊，太热了。乳带太大很重每一只都喘成这样。哎，你看它其实很瘦哎，骨头都看到了。那它每天吃草怎么还那么瘦？只有乳带很大，其实身体很瘦。那它为什么每天吃草还那么瘦？不知道。哎，接着来看呢。哦，这边有一只在大便。大尿尿，在尿尿。哇，尿如雨下。哎，它那个屁股怎么瘦成那样？对啊，尿尿那一只怎么瘦成那样？对啊，这几只都好瘦哦。它每天吃草。可是乳带很大。对啊。可是肚子很大哎。对啊。肚子很大，屁股没什么肉。哦。奇怪了。每一只怎么那么瘦啊？所以这不是肉牛，它不会当肉牛。对，它只要生奶就好。哎，又在尿。又在尿。轮流尿。
这样这一块都不能趴了，地上都是尿，怎么趴？所以他们都臭臭的，只能站着，这样脚很酸。所以他们都臭臭的。其实我们每次拍的牛都差不多。中标金町、别海町最有名的就是牛奶，产量日本第一。来这里玩的人一定想说去超市买一罐这里生产的牛奶喝喝看，后来发现很难买得到，在整个北海道的超市也几乎找不到产地标示是别海町的牛奶。对啊，制造者所在地别海町，这里啊。真的是别海町的牛奶。这个为什么只有这里有卖？没有在超市看到别海町生产的牛奶。对啊，那他们那些牛奶都送到哪里去？送到本州去，我也不知道去送到哪里去。这个疑问一整条路上一直困惑着我们。后来我们查了才知道，这里的牛奶因为乳脂肪含量比较高，有85%都被拿去做乳制品了，像奶油、cheese、冰淇淋这些，只剩15%是拿来喝了。在川路港到关东的日立港之间，每天有北连丸牛奶轮在跑，他们把这里的生乳运到关东去加工，所以在东京的超市买到后面如果乳源写是北海道，其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里。他们为什么不标示别海町呢？因为这样厂商才能灵活调动乳源。日本人不一定喝得到别海町的牛奶，但我们台湾人反而是可以喝得到的。竟然在台湾看到别海的牛奶，在那边都很少看到，竟然台湾在全面没有看到。真的是他写北海道来的，他没有写别海町，可是他这边那是乳源的北海，乳源他只写北海道，可他没有写北海道的。可是是在神奈川制造的，然后光泉进口。就在台湾看到别海的牛奶，在那边都很少看到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这一家厂商就是用北海道的乳源，在神奈川县制造，再运到台湾来贩售。既然北海道80%的牛奶都拿去做乳制品了，为什么不饲养欧洲常见那种棕白色、乳脂肪含量更高的品种呢？因为黑白的荷兰牛虽然质量没那么好，但它产量太大了，经济效益还是比较高。35只左右。住这里的牛好像看起来很悠闲。35到40只。林凤营的牛不知道，就是知不知道北海道这个地方？一定不知道。它很直，然后坡度很大。要从那边拍过来哦。那北海道好像很多这种路然后那个小薛不是有一次去骑一条，说很有名的，在富良野那边，什么Sky Road 什么的。可是我觉得这样骑下来，我觉得北海道很多这种又直又长，然后上上下下的路啊。对啊。那为什么那一条特别有名？等一下上去看，因为它好像有2段。等下上去看你就知道，它那里好像有一段我这样看那个坡好陡。它2段有没有？欧洲的赛车场都在这种地方盖的啊。所以人家那个跑起来比较。那为什么北海道没有赛车场？人太少。这样才好啊。他们那种赛车场都是这种，所以它都起伏，跑起来比较好玩。
这条路用望远镜头拍，就会像是通到天上，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景点。我觉得前面快下雨了，赶快去看一看，赶快走了。好陡这个坡，哇，这个草原也太大了哦，好好看。路口要右转，马横断注意。我有马拜克，camp用这个露营的人，哦，会有人骑马，会有马横断。这台还蛮多人来的。对啊。中标金的开阳台，好多人来哦。对啊。但是路上一台车都没有，这些车哪里来的？每次都觉得很疑惑。路上一台车，就是路上对，然后超市里面都是人，停车场都是人，然后店怪食堂里面都是人，这人哪里来的？突然就出现。啊，这里还有游步道。所以其实很多地方可以玩，玩不完。对啊，他那个游步道是不是骑马带你去的？好像走路的啦。哇，这就很像欧洲的草原了。哦，对，这里就比较像欧洲了。好大一片哦。现在我觉得有28度了。这种天气也不想做。对，这个走起来太晒了。哇，这个好长哎。那个字念挺，我觉得是很不习惯，应该没有人念西门町。其实那里有 bike 的驻车场、驻轮，但是没有人去停那边，奇怪。他那个让你停中柱啊，哪一个啊？这样不会停中柱才不会倒掉。停直的还是停横的？直的啊，这个。他做这个让你停那个。为什么？停那个中柱。侧柱才不会歪掉啊。刚刚应该停过来。没有去把它停过来。那我们还是就把阿顺移过来好了。大家都直接停在边边看 view。奇怪，这个台还蛮多人来的。对，超多人。为什么？这个叫中金标开阳展望台。中标金。地球的碗可以看到。地球看起来是圆的。真的吗？为什么要这样讲？有一点呢。对。什么？就像海上看地球是圆的一样。哇，那个很高那边有几头牛，高起来的山坡那边有看到几头乳牛，好几头乳牛。他说这边是中标金丁营的牧场，就是5月底到10月底之间，那些酪农们会在这边放牧1000头6个月以上的乳牛，然后他们就在这一片有坡度的放牧地上锻炼他们的身体，锻炼脚跟腰，然后10月的时候就会一回にも2回にも成長します，就是会越长越大这样。这里的草真的吃不完呢。
就是井里面啊，大井里面有掺杂一些动物的话，看起来就会觉得比较好玩。好像这边的山、树林、大草原，动物都有。后面这个山还蛮高的耶，哇！可是这边的树种都长得很整齐，我觉得应该是事后种的吧。这里的名产蜂蜜双麒麟，中标精牛奶做成的双麒麟，跟知床周边野花采集的蜂蜜，真的吗？用哪里的牛奶是一回事，你怎么调味？对啊，比较重要啊。那昨天那个就是不调啊，什么都没有调，那就是牛奶味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有调香草那些，它表面淋蜂蜜。如果把表面的蜂蜜吃完，里面就没蜂蜜了。那你就可以吃啊。不要，没关系，因为它味道比较像麦当劳，没有很特别。这就是那个很高的那个山，无左月。他说这根指的方向是北极星的方向，然后他说北斗七星的第6颗就叫开阳星，这边叫开阳台。